落寞，谁能说得过？成败亦如昨，对错又如何？有谁不是看惯了离合？我一击必破，任督二脉血都打开，对罪恶我一击必破，一时正气排山倒海，不出则已，一击必中，不动如山，一击如火。喂，小心小心！你也是，你们两个不要在这里跑来跑去哈，去那边做功课啊，去。哎，张平，你来了，哎，我们都准备好了，可以开始了。开始什么？学武术啊！你看，我们都换好衣服等你了。你们不是跟奕晨去学健美操？哎呀，我们已经想过了，还是打武术比较厉害，所以我们支持你。哎呀，来教我们啦，教我们啦。OK， 好，我教你们一些基本动作啊，你们跟着我做。嗯，好。完了。大姐，我们认真一点，再来一次。停！怎么啦？我们不是做得很好吗？那是这样的，我知道活到老学到老是很好的，你们对武术的热忱我也感受得到。不过除了武术之外，还有其他的运动，其实对身体也很好的。例如说交际舞，或者是健美操，还有快步走，其实都是很好的运动。那又怎么样？我们现在在学武术，你讲什么交际舞啦？哎呀，太离奇了啦！你们不适合，我看你们还是回家吧。奕晨啊，整天都不接电话。喂，舒雅，你有没有空啊？我想找你商量一件事。不行了，我现在很忙。你就出来，半个小时就好了。我下了班再打电话给你好吗？拜拜。你刚刚有没有见到你谁要看这素颜的那个样子啊？整张脸涩涩的，看得很恶心哎。你觉得我们该不该跟舒雅提一提，叫她小心一点？提她有用吗？有哪个新人没遇上这种事啊？再说，说不定人家还挺享受的呢。什么意思？女人对这种事情都是最敏感的。Mr. 耀做得这么出面，他难道会不知道吗？付出一点，自然在工作上也会得到一些特殊待遇。你忘了，下个月就要交我们的评估报告啦，你懂的。这个报表不大对，这两个项目分开来会比较好。是吗？哪里不对了？你过来看看，过来啊。哦。来。你看看，这个报表不容易做，让我慢慢的给你解释一下。Mr. 耀，这样不好，我在这里看得到也听得到，你在那里解释就可以了。出来社会工作，不只是看业绩，还要看表现、关系。什么意思啊？评估报告，如果我看得出你有向上的心，那评估报告就好办了。你放心，我会帮你的。
到时候你升职加薪，不要忘了我。对不起 ，Game over。喂，你走路不长眼睛啊？这个地方那么大，你偏要撞上来。你看，坏了，赔钱。小姐，我相信刚才你也在用电话，没有专心的走路，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这是我们2个人的错，我都已经道歉了，你还要我怎样？给我站住！明明是你故意撞上来的。 想这样一走了之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那你要我怎样？赔手机！我怎么知道手机是不是原本就坏了？你还强词夺理！是你蛮不讲理。你，你最好不要乱来啊！疯狗乱咬人会被抓去人道毁灭的。啊！听说教练要请客，走吧。你也要一起去啊？刚才的表演那么差劲，把我们的脸都丢光了，你还好意思跟着我们？陶明，不是我要说你，我们都练习这么久了，你怎么还能出错？就是啊，差点害我都乱了脚步。对不起。说对不起有用吗？笨手笨脚，反应又慢，完全上不了台面，简直是我们精英队的耻辱。我也不是故意的，你们这样一人一句，有没有顾虑过我的感受？做错了还要人家顾虑你的感受，那谁来顾虑我们的感受啊？我看你还是有点自知之明，趁早离开，不要再拖累我们了，好不好？看什么看？让开，好狗不挡路。那你还站着这干嘛？让开啊！喂，你够了啊！我的忍耐是有限的，再敢惹我的话，我保证你没有好下场。对哦，是你的嘴巴最厉害了。你这个人说话又臭又毒，眼睛长在额头上，自以为是天下无敌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有一天你被打成落水狗，别哭着回家找爸爸。
你刚才不是很威风的吗？原来只是个胆小鬼啊！你那些功夫是用来骗人的吧？像是骗人的吗？再来。住手！你在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刚才还打不过。Daddy，他弄坏我的手机，骂我，还想打我。打女人的男人算什么男人呢？还不赶快道歉！就因为我是男人，才不会向这种魔女低头。你说谁是魔女？而且你要做女巫婆，你敢再说一次？一次。好啦，幼稚。王盖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教练，你认识他？嘘。他一边走路一边用手机，没有看到我从对面走过来，所以我才会撞到他。刚才他一直主动攻击我，我一直在忍，不过他一直咄咄逼人，我是出于自卫才反击的。王盖，你先走吧，有什么事我再找你。等等，我要你道歉。够了。林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不可以先动手。要是把人家打伤怎么办？年轻人切磋武艺，怎么会打伤对方呢？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！师叔，冲动跟好胜是习武之人的大忌。你把事情说得太严重了，他只是保护自己。再说，我的宝贝这么善良温柔，他怎么会冲动呢？宝贝，有伤到哪里吗？刚刚不帮我争取，现在关心有什么用？宝贝，宝贝，刚才那个小伙子蛮眼熟的，他是谁呀？喂，喂，喂。姐，我回来了。干嘛那么迟啊？观摩会不会早就结束了吗？反正有时间就跟朋友去逛逛街。现在来不及，只好打包了。这样够吗？哇，你又买这么多菜给我，你自己呢？减肥不想吃那么多。拜托了，我都过发育年龄了，你再这样喂我，我也要减肥。哎，够了，我不要，够了够了，这个肉你吃。对了，大学选好了没有？国内还是国外的？我觉得国外比较好。反而没决定，不过我是想拿体育系。什么体育系？不是说好念医科的吗？没有啊，是你说的吗？就是要念医科，你选大学就行了。一定要选医科吗？当然了，医科出路好又可以赚钱，你以后还可以开诊所，多好。可是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你脑子坏了，这是每个人羡慕的理想生活。不大了还不会想，这我怎么能不担心你？学费的事你不要管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我的公司最近接了一个大 project， 如果做得好的话呢，很有可能会升职。到时你就努力读书，我就努力工作，我们一起迈向理想的生活，说不定还可以去环游世界，然后可以买很多很多的东西。哎，怎么来的？哎，我是特地来接你去一击道馆。我不要去道馆，我要去。喂，你今天放假，你没有兼职也没有工作，你没有借口。我放假关你什么事啊？接住！喂，我上辈子欠你的。上车 ，Let's go。是要搬回家住了。哎呦，我爸受伤嘛，一定要回来照顾他。他帮我举办欢迎回家派对，你说呢？哎，我多10分钟可以出门了，你呢？哇，你可以快点嘛，今天大减价，很多人会去的。什么？喂，医生今天一整天都没有空，你们改天再约。
到底想怎样？当初说好我们要齐心协力把一级道馆整顿起来，为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在做？你们两个的心到底在哪里？还有，不要跟我说你要放弃了。有些事不是说改就能改的，我也觉得这样很好啊。再难改，我们还是要改。不轻言放弃呢，就是我们的武术精神。我们现在只是碰到小小的一个挫折，你们两个给我振作一点。老实说，我觉得是不可能的。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，每天都累得要死，哪有精神和精力来处理道馆的事？再说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，做了也不一定有回报，不值得。再说我爸也没说过要改变，他好像挺满意道馆现在这个样子的。你们给我醒醒啊！你们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，为了一个沙包，我们是多么有热情，多么有干劲，积极乐观？你们真的忘记了吗？沙包。喂，师傅，什么事？沙包坏了，需要买一个新的。沙包只是个辅助品，不是必需品。对空练习也是一样的。可是我们真的需要新的沙包。如果你们真的想要的话，再等多几个月吧。我听说沙包很容易做的，我们自己做一个就不用师傅花钱买了，而且我们也可以顺便做几个护具和修补全套。真的可以吗？试试看就知道了。试试沙包，好啊。最后用了易峰的方式，才成功做好那个沙包。以前我们小时候，为了一个沙包，我们都可以用尽全力做到最好。现在我们长大了，我们有能力了，反而变得胆小懦弱，没志气。你说的这么严重吧？好吧，就照你的话去做。我们重整道馆，招生开班，好不好？真的。Sorry， 我公司最近有一个大 project， 我没有空啊。我知道，没有回报的付出是不值得的。不然这样，你回来道馆帮忙，我付你薪水。真的？按小时付费。不过，如果你敢翘班，我扣你薪水啊！哦。那我们从最基本的做起，印传单，然后把我拍的宣传 video 转发出去。我认识一家印刷厂，他们的价钱很公道，明天我帮你询问一下。至于转发 video， 那没问题啊，我用手机就做得到了。一有钱赚，马上不一样。你这是10年不变。这叫专业，你懂什么？我知道一些体育论坛，我们可以在那里发广告。是吗？我看看。哎，爸，师傅，师傅，我们在讨论怎么帮一级道馆招生。别管他，来。谢谢。师傅的心思我真的是猜不透。不要说是你，我是他女儿，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我管。我一定要帮师傅重整一级道，让一级道馆恢复到以前的样子。如果我爸知道你有这个心思，他一定会很感动的。谢谢。开动了。给你。自己吃啊。我对虾过敏。你什么时候对虾过敏的？这几年我饮食习惯改变了，所以体质也不一样。不是。
不能卸下来剥干嘛？哦，以后不要点价啦。这是你的。我的朋友买错了，所以我就跟他要过来。我记得你以前很喜欢粉红色的。都说是以前啦，还以为我12岁啊。而且这个也太亮了吧？会吗？我觉得很可爱啊。不要动。我是男生，我不想戴粉红色的。不会啊，我觉得这样很可爱啊。走。这样很危险的。啊？哎，你这样子按着我的肩膀，我没有办法控制摩托车。哦，那怎么办？你不知道骑摩托车最重要的就是绑安全带。有安全带吗？有。给我你的手，来，绑紧啊！Hello, Mr. Yao。苏雅，你还没睡吧？还没有，那么晚了，什么事？其实也没什么了。我现在自己一个人在家，觉得有一点寂寞，想找个人说说话，听听你的声音。苏雅 Hello。听见吗？苏雅。Hello, Mr. Yao， 不好意思哦，这里 connection 很不好，我听不见。有什么事明天再聊好不好？拜拜。真的是变态。就是这间了。又打 game， 有没有温习功课的？哎呀，我读一整天的书要休息了吗？听我说。我已经帮你看过了，这间大学的医科最好，学费虽然有点贵，不过它会那么贵，一定有它的道理。你看好人家的入学标准，好好准备考试，一定要考进，知道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止他们的学费贵，澳洲的生活消费也不低的。况且我不一定习惯那边的生活嘛。你担心什么？我有的是钱，而且你在那里久了就会习惯的。还有啊，明天我会去申请暂停家里的 WiFi， 你整天上网打game是很浪费时间的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准备考试，知道吗？等一下，没有 WiFi 我怎么研究一下？不好意思，Mr. Yao，刚才路上塞车。你不是说开紧急会议的吗？其他人呢？会议临时取消了。你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？我在巴士上太吵了，我没有听到我手机响。我不管你出了什么状况，你都不能不接我的电话。Mr. Yao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那你就应该把手机的声量提高一点啊，或者时时刻刻注意你的手机。知道了。我知道你一个新人刚进来公司，要接手这么大的 project， 很不容易。所以你有什么问题，你随时可以来找我，我会很乐意的帮你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我们的部门还欠一个高级助理。我很想推荐你，但是要看你的表现如何。知道了，Mr. Yao，谢谢。
什么事啊？我不是故意的。这是师傅送给一峰的礼物啊！这些东西不可以乱碰的。你看你现在怎么办啊？这是他的命根子，他要是知道你就完蛋了。我都说我不是故意的啦，现在怎么办？医生，你没看到我妈这么做啊？你把她收到哪里去了？医生，爸，你不是说那个陈师傅治跌倒很厉害的吗？我帮你预约了，就现在。好端端的看什么跌打呢？我担心你有后遗症嘛。在这里等我啊，我去拿我包包啊。喂，等我啊！哎。爸，我都说没事了，看什么跌打？好了，迟到了，看一下吧。乖，来。你干嘛了你？都说没事了吗？去看一下。你看我的脚好好的。现在怎么办？修啦，怎么办？没想到过了那么久，师傅还留住这个。师傅最疼一峰啊，你记得吗？以前我们的沙包坏的时候啊，师傅都不舍得帮我们换，结果省吃俭用，把这个木人装给一峰。不过一峰也是厉害，最后还是得了全国冠军。是啊，他真的很拼，整天都在练。武术好像是他生命的全部。哪有？他人生的一半不是给了你吗？我记得啊，你们刚开始拍拖的时候，偷偷摸摸的，怕师傅发现，每一次都要我跟医生帮你们掩护。你还敢说？那时候你们常常偷跑出去溜冰，有一次还有我骗师傅说我们在一起温习功课，你忘了？哎，那一次是为了帮医生买新的球鞋，而且鞋子没有买到，反而被淋了一身雨，一回来就被师傅发现。害我跟一峰被罚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人进。哎，那个时候不是读书就是练武，总要找时间溜出去玩。不过说真的，那个时候外人看我们一定觉得我们很辛苦，不过其实蛮享受的，对吧？时间过得真快，我们的青春，我们最开心的日子，都是在这里度过的。可以吗？这里。影响。我都说没事了，还去看什么跌打啊？怎么浪费时间又浪费钱？别啰嗦了，去求个安心嘛。是你自己要回来听我啰嗦的，我又没有逼你。怎么了？后悔了是吗？我没后悔，从来没后悔有你这个爸。如果你嫌我烦，我就搬走。你年纪不小了，要多注意饮食，海鲜、羊肉、猪肉这些不要吃那么多，胆固醇很高的。也不要整天熬夜打麻将，熬夜很伤身的。家里的药箱什么都没有了，你一个人住要有这些安全意识。万一真的出了什么事，那怎么办？不是还有你吗？回去把他们收在药箱里。
我还是觉得宣传短片是最好的方法。你之前不是拍过一个吗？也没什么反应。那是我临时拍出来的，效果当然没有那么好。这次我想要拍一个高素质的短片，像宣传广告那种。哎，您广告公司那边的朋友可不可以帮忙？谁会那么傻要帮忙？就算你有钱，也不应该花在那种地方。对啊，我们省点钱吧，就派传单吧。不要了，你知道街上垃圾桶里什么东西最多吗？就是传单。人家一拿到传单转个身就丢进垃圾桶里，这种方法根本不实际的。那还有什么方法？我们要想一个有爆点，可以让一击道馆一炮而红的方法。那就想想现在武术界流行什么吧。擂台赛。咋擂台？我们可以举办一次擂台比武大赛。这个 idea 不错哎，我们可以收报名费，如果还可以赚钱，行得通。我们还可以分成公开组还有学生组，这样子会有更多人报名的。谁做的？到底是谁做的？爸，不要那么生气，这我们是可以解释的。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是不是你？怪不得刚才无端端的拉我去看跌打。师傅，不关一成的事，是我弄坏的。滚！爸，真的不是郑斌的错。这木人桩已经那么旧了，它会坏掉也真的没办法。我们就想办法看看怎么补救它吧。谁让你们回来的？我说过了，不管你们回来做什么，不要影响我的生活。这就是你们回来的目的吗？师傅，我知道这个东西对你很重要，可是意外就是意外，不能怪他。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。竟然还敢回来！你不要忘记，是你害死易峰的，你没有资格留在这里。走。谢谢。其实你也不用太难过，因为知道师傅的脾气，他是在说气话。其实师傅骂得对，易峰的死本来就是我一手造成的，他气我也是应该的。这根本不是你的错，你为什么要自责？跟你说过了，易峰在比赛之前，我还逼他一直跟我练习，害他没有时间休息，他才会操劳而死的。你有证据吗？他是猝死的，猝死的原因有很多，或许还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呢。总之是我害死他的。舒雅，其实你应该恨我的。你跟易峰应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是我拆散你们。好啦，你不要想东想西的，你想那么多，易峰也不会回来。有些事情过去了，就让它过去吧。很晚了，回去休息。走啊！昏暗的街灯照不亮什么，一切已褪色。喧闹的人群似乎带嘲笑，嘲笑着我还不懂歌声。姐，回来了。
你又想起一峰哥了。每当你想起他，你就会站在那个窗口发呆。都过了这么多年，你还放不开啊？有些事不是想放就放得开的。我知道他离开之前那段日子，你们一直在吵架。不过这不代表是你害死他的吗？我的爱情故事你懂什么？不如这样吧，我介绍个男朋友给你，你忙着谈恋爱就不会胡思乱想了。我忙都忙死了，哪有时间谈恋爱？不是吧？难道你要一辈子做老姑婆嫁不出去啊？姐，我帮你算了一算，你今年30，再过2年就32，32以一个普通女性来说，打我嫁不出去不好吗？可以一直照顾你，你不喜欢的？不喜欢啦，拜托你放过我好不好？你看这样笑多好。不过姐，我们认真的算一算，到时候呢你32你要我帮忙我都无能为力了。32岁我要去哪里找一个男的给你认识？我怎么可能是？太小了，啰嗦。哎呀，还给你了。这种脾气怎么交男朋友？爸，我买了早餐。爸，我买了早餐，上去吃了再修吧。郑斌不是故意弄坏这个木人桩的，你就不要再怪他了。这木人桩也够旧了，就算你能修补像新的一样，它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木人桩了。就像有些事情发生了，就是发生了。谁都改变不了。你的心如果有裂痕的话，就算修好了木人桩，也修不了你的心，对不对？说够了没有？一大清早吵死人了。我们是真的担心你吗？事实上是想气死我，还自以为是的说出一大堆烂道理，都叫你们不要回来了，是不是要我也把你赶走？好了，不说了。需要帮忙吗？不用。那我去上班了。师兄，今天不用陪人打麻将啊！您老人家应该打多点麻将，才不会得老人痴呆症的。要是能得老人痴呆症也不错啊，每天睡醒吃，吃饱又睡，快乐的不得了啊！那我现在要去吃鸡饭，要不要来啊？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这种东西了。当然啦，天天鲍鱼鱼翅，小心梗死你啊！嘴巴那么坏，难怪你的徒弟都受不了你，跑来我这里当明星教练。我有今天的成就，应该感谢师父吧？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会有今天的成就吗？我有今天的成就，师父你确实有功劳。不过，要不是当年师父收留了我，我今天更不可能站在这里。你都说我有功劳了，你干嘛不帮我说话？我帮你的已经很多了吧？师父，我送你。哎，今天的课谁教啊？我会找人代课。找谁代课啊？谁让你回来的？我说过了，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回来。师父，你说的没错，一峰是我害死的，一级道馆也是被我连累的。
一峰已经离开我们12年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不敢面对你，我更没有勇气跟你认错。师傅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我可以怎么补偿你？你告诉我，我一定做得到。你能让一峰回来吗？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，我不想见到你。以前我们做错事，你都会罚我们下跪，你甚至会打我们。你打我好吗？你打我，至少我会好过一点。一峰的死是我一个人造成的，你不恨我吗？你不想打我？你走。我不想见到你。你不原谅我，我是不会走的。当然了，那么大了还不会想，叫我怎么能帮你担心？哇死了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等一下，我第一个提示。